我是一个皇帝，快要死的皇帝。临死前打算传位于太子时，他发癫跪在殿前歇斯底里。父皇，儿臣心悦故悦，只愿与月儿一生一世长相厮守，请父皇恩准儿臣休妻，以正妻之位迎娶月儿。我本该快要闭上的眼，豁然睁大，颤抖着询问一旁的太监，他说什么？回陛下，殿下说他要休掉一个手握边疆30万大军将军的女儿，迎娶一个从青楼出来自称为穿越女的疯妇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我又气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一个皇帝，不是那种今天杀明天斩的昏君。我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为我的国家付出了一生。临死时，被我的儿子僵了一局。他迎着磅礴大雨，拽着一个衣不遮体的少女，跪在殿前大放厥词。儿臣做了您手下10几年的傀儡，从前一直浑浑噩噩地活着。自从遇上月儿，才发现人生本不该如此。她善良有趣，深知我心，与京城那群迂腐古板的贵女截然不同。儿臣想要与她长相厮守，请父皇成全。周围的太监与一群盼着我去死的妃嫔，全都目瞪口呆地盯着雨中的2人。太子妃尴尬的脚趾抠地，想不通太子怎么这时候犯了浑。他撑着油纸伞，犹豫着上前，太子，这事可等下再说。而太子却误会了太子妃的好意，像是眼瞎似的，看不到殿中沉闷的气氛。他站起，将太子妃一把推倒，抱着少女，眼神中充满了怨恨。裴心，你安的什么心，我能不知道？你表现得这么善良大度，不就是为了今后月儿进府后好蹉跎她？月儿说的对，你们这些闺中女子，没有见识过外面广阔的天地，困在这狭小的牢笼中，早就心性扭曲，只会勾心斗角，算计他人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月儿分毫，我已许诺月儿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。现如今你占着太子妃的位置，该让位了。这下子轮到太子妃目瞪口呆，她像看傻子似的看着太子。最后见太子认真的神情，太子妃竟然一瞬间气笑了。好啊，你现在就可休了我。太子妃迎着大雨，居高临下的抬起下巴，睨了一眼2人，回到殿中。周围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这鬼热闹可不常见。人死前最先失去的是听觉，他们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一句请父皇成全儿臣休妻的话钻进我的耳朵，我浑浊的大脑如同炸开了般，猛地睁开双眼，伸手拽住身旁的大太监。他说什么？我怕自己听错了。大太监一言难尽，低头回陛下，太子说要休妻另娶。休妻另娶。太监怕我没听清，又说了一遍，太子要休掉手握30万大军将军的女儿，去迎娶一个青楼出身，嘴里喊着众人平等的疯妇。我彻底清醒，我是个皇帝，本该死了，但此刻又被我的亲儿子气活了。我支撑着身体，在太医不可思议的视线中缓缓坐了起来。太子妃，扶朕去见那个孽种。我抬手招呼太子妃来到门前，望着雨中的2人，2人还挺会享受，淋雨还有人打伞。我抬眼看了下身边的太监，他心领神会地招呼打伞的宫女。淋了雨的太子像是被触发了开关一样。父皇，儿臣一定要迎娶月儿为太子妃。您久居高位，哪体会得了人间的真爱？如若您不成全，这皇位臣不要也罢。听着这慷慨有力的宣言，我终于明白太子妃为什么要笑了。我也想笑，但是我是皇帝，得有威严，生生地忍了下去。我现在有点怀疑，这傻逼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？因着之前看了太多话本，其中一个真假少爷被我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我有必要怀疑，我的太子可能被换了。想到这，我又怀疑地盯着太子看。这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了先帝当年为何总爱摔茶盏。太子妃乃裴将军独女，裴卿镇守边疆几10年，3个儿子都埋在了雁门关外。你要休妻，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疆国。太子却突然嗤笑出声，父皇果然忌惮裴家。堂堂天子被臣子要挟，您不觉得？父皇，太子妃的额头重重磕在砖上。父皇，儿臣父亲绝无要挟之意。我忍了又忍，
无需再忍，伸手拿过太监手中的茶盏，朝着太子扔了过去。陛下息怒！更多的人跪倒一片。太子妃的父亲镇守边疆许久，3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，唯独剩了太子妃这棵独苗，怕太子妃在边疆出了意外。裴老将军将人连夜打包送回了京城。我怕老臣忧心，郑重其事地许下承诺，他儿子今后会是太子妃、皇后、太后，诞下的皇子皆为太子。这份承诺让裴青感动得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表忠心的话。这才没过去1年，我这个傻逼儿子就要休妻，这要是传到裴青耳朵里，这可不得了。失信是小事，起兵谋反那就是大事了。虽然我很信任裴青，但我赌不起。我是个皇帝，哪怕快死了，我皇帝的威严还在。但是我这个儿子好像看不到一样，不当皇帝，想着当傻逼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？以前我为了皇位跟兄弟争得头破血流，现在我的儿子为了不要皇位头破血流，这怎么不算一个轮回呢？行，你滚吧！我嫌弃地挥挥手，这种傻逼就算当了皇帝，也是早晚灭国的料。既然你这么想过闲云野鹤的生活，那不妨今日就离府，将东宫闲置出来给别人做。既然他不想当皇帝，那有的人想当。我想了想，低头询问太子妃：星儿，你可愿意改嫁？太子妃头低得更低了。父皇息怒，儿臣怎么可一女家2夫？看着头低到尘埃的太子妃，我的心情无比沉闷。起来吧。我望着她，恍惚间又想起了那个曾策马扬鞭、意气风发的少女。可如今，她站在这里，像是一柄被折断的剑，锋芒尽敛，只剩沉默。裴心！太子突然暴喝出声，声音尖锐，额角的青筋暴起。好一个一女不嫁2夫，这就是你的算计是不是？你看看月儿，她单纯善良的像张白纸，怎么斗得过你们这些深闺里抛大的毒妇？太子妃依旧垂着眸子，没有任何的表态。来人！我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话，仿佛一瞬间老了10岁，把这个傻逼2字在嘴边滚动了一下，终究没喊出。把这个喧哗的庶民给震拖出去。我还是皇帝，就算死也得死得有尊严。不干净的话还是不要说出口。太子看着要上前赶他的人有些慌了，放肆姑是太子，未来的皇帝，岂是你们可以动的？太子的话让侍卫左右为难。一个快要死的皇帝，一个即将上位的太子，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太子，我冷笑，既要又要，又当又立，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太子这么不要脸？从今日起，你将不再是太子，皇储会另有他人。这话一出，太子妃以及众嫔妃有欣喜有焦虑，但都是异口同声，请陛下息怒，以江山社稷为重。江山社稷真交到这傻逼手里，我恐怕也是死不瞑目。他身边的顾月像是看出我坚决废太子的心，着急地喊了出声：陛下您不可如此，从来都是嫡子继位，怎可废太子另立？四周寂静，我也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豁然站起身的少女。一个小小娼妓竟然在皇宫内大放厥词地议论立储之事，谁给他的胆子？太子也像是察觉出顾月说话的不合时宜，尴尬地伸手拽了拽他为数不多的衣袖。太子，你不要再劝我了，臣妾这么爱你，怎么能忍受你承受这么大的屈辱？陛下，臣妾哪点比不上太子妃，让您宁愿废太子都不肯让他休妻。臣妾跟太子是真爱，太子登上皇位，臣妾会辅佐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。陛下，您如果不信，大可让太子妃跟我比试一下。臣妾哪样不是出类拔萃，怎会输给这古代迂腐的女子？臣妾会造火药，有了火药，边疆战事就会有所转变，您就不用再忌惮裴将军。陛下，求您成全臣妾跟太子吧。顾月低头叩拜，他就不信，得知他会造火药，皇帝还会废掉太子。他挑衅地看着太子妃，柔弱地靠在太子肩头。殿下，万万不能意气用事，伤了父子感情，妾身会内疚心痛的。说着捂着胸口，凄凄哀哀地垂泪。
我如吞了苍蝇般看着他们二人，说真的，我有点害怕。他没事吧？这个疯婆子，脑子可能真的不正常。我周围跪倒一片，没有一个敢抬头的，只有他们两人肆无忌惮的拥抱。我的太子怕是蠢到连礼义廉耻都忘记了。见我闭口不言，两人像是找回了场子，抬手召回了宫女撑伞。太子大手一挥，裴欣，既然父皇不让休妻，那你就自请下堂吧。太子妃猛地抬头，发间金步摇纹丝不动。这个曾一剑射穿突厥可汗旗帜的将门之女，此刻眼里烧着我看不懂的火。父皇，他行礼时腰板笔直，指甲却已掐进掌心，而臣请旨和离。和离？这可不行。新丫头，我唤她乳名，去拿朕的龙泉剑来。龙泉剑斩逆子，正合我心意。父皇，月儿会造火药，能让我们不再受制于裴家。顾月趁机高喊，我能造出比普通火药强10倍的。闭嘴！我又抄起杯子砸过去。瓷片在太子脚边炸开时，顾月突然开始背诵：硝酸钾75%，木炭15%，硫磺10%。满殿死寂。太子妃突然轻笑出声：殿下可知，您这位红颜知己杯的配方，连边疆贩爆竹的孩童都会。你指？我每说一个字，都像在咳血。太子上官桀，忤逆君父，即日起废为庶人。太子失声尖叫：父皇，我是嫡子，你不能！他竟要扑上来扯我衣袖，被侍卫一棍打在腿弯。太子妃忽然跪下磕了一个响头：父皇三思。太子他也是鬼迷心窍，受奸人挑唆。他没说完，但我懂。一旦传出废除嫡子，庶子继承大统的消息，那其他属地的藩王不满动摇国本。我看着瘫坐在地的太子，他正跪倒在地上，狼狈不堪，哪还有半点储君威仪？传雍王入宫。雍王是我的小儿子，也是我最不喜的儿子，只因他像极了他的母亲。我闭眼靠在椅上，再请裴老将军回朝，就说朕要给他的掌上明珠换个更配得上的夫婿。父皇，太子嘶声力竭，这就是报应吗？我望着雨中这对痴男怨女，突然笑出了声。这笑声把众人吓得不行。陛下，太子妃狐疑地看我，大概以为我回光返照后疯了。是的，太子二人这么有恃无恐，不过是以为我在强撑罢了。新丫头啊，我抹掉笑出的眼泪，你猜20年前朕站在这里说过些什么？我捏着嗓子学年轻时的自己，她不是娼妓，是异世来的仙女，会造火药。满殿工人把脑袋埋得更低了，估计在憋笑。当年那位仙女的坟头草已经几米高了，死前嚷嚷着什么我是天命之女，我是未来来的。记得第一次试验火药那日，可热闹了。我的仙女拍着胸脯保证配方万无一失，结果城中的百姓死伤无数。后来边境军报传来，我才知道那批火药被人偷运到边疆，那个女人说要给我个惊喜，替我扫荡敌军。染血的军报送到我手中时，墨迹已经被雨水晕开，像极了边疆将士留下的血泪。初一丑时，天降惊雷，城墙自破。我至今记得信使跪在殿前颤抖的样子。他说那根本不是天雷，是我们自己的火药炸了。守城的老兵到死都睁着眼睛，手里还攥着半面残破的江国旗帜。而我的惊喜正在宫中描眉画眼，等着我给他庆功。裴小将军回京那日，大街上静得能听见血滴落的声音。他的铠甲碎了半边，露出里面被火药灼伤的狰狞伤口。可这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，硬是拖着一条断腿，力挽狂澜，带着50个活着的士兵打退了趁机偷袭的敌军。很多画面在我脑海中回荡，我仿佛看见了京城中满是落地的废墟，哭泣的幼子临终时的咳嗽声，还有那些被哑火的黑火药炸伤的漆黑尸体。父皇，您怎么哭了？太子惊慌失措地看着我。我摸了摸脸，果然一片湿润。多可笑啊！20年前我为了一个女人，听信她的大言不惭，害我的子民生灵涂炭，如今我快要死了。现在轮到我的儿子重蹈覆辙。那个叫顾月的女子正得意地昂着头，就像当年东宫里
我的仙女举着火药配方时的模样。陛下，雍王殿下到了。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我突然想起先帝临终时说的话：你是皇帝，你不能因爱而失去理智，你的一个错误判断就会让你的子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是啊，我是皇帝，坐到了这个位置，我就不能出错。新丫头，我颤抖着握住裴鑫的手，你爹上次来信说边关的木棉花又开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眼圈突然红了。那是他三弟最爱的花，那年出征前，少年将军笑着说要带回一捧花，别在姐姐的发间。花还在，可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却不在了。给朕拿圣旨来。是。看着雨中的太子，我自言自语，该给裴家一个交代了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裴家三个儿郎站在雨幕里，朝我拱手行礼。是三代忠骨，满门热血。他们身后是无数个被火药炸得支离破碎的亡魂。知道朕最后悔什么吗？我望着房梁上盘踞的龙雕，对着太子妃说道：就是将那女子领入宫中。我瞅着太子鼻涕泡乎一脸的蠢样，突然释怀了。至少我当年闹腾时还记得先把龙鼻涕擦干净。新丫头，你爹上次信里说我的声音低哑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你若过得不快乐，随时可回边疆。顿了顿，又补上一句：是重新择婿也好，是纵马驰骋也罢。父皇，儿臣参见父皇。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雍王跪在殿前，姿态恭谨，可抬眸的瞬间，我的呼吸猛地一滞。那眉眼，那神态，甚至那微微上扬的唇角，都像极了他当年蛊惑我时的模样。起来吧，我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。20年前，我信了他的鬼话，害死了无数将士，毁了裴家满门忠烈。20年后，我的儿子竟也要步我的后尘。荒唐，可笑，可最可笑的是，我竟连阻止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这一切的罪孽，本就是我亲手种下的。雍王，你可认识这女子？我伸了伸手，指向站着的顾月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错开视线。雍王行礼，儿臣不认识，不知父皇将儿臣喊进宫有何吩咐？哦，不认识。我打断他的话。怎么朕听说雍王之前新娶了一房小妾，也通晓制作火药之事。自从20年前火药爆炸事件后，京城就被勒令不准提有关火药的事情。而远在西北的边疆，为了引起周围人对火药的忌惮，编造出了一首关于火药改良的童谣。如今京城再起有关火药的事情，还是从雍王府中传出，我不得不留了个心眼，派人盯着。父皇，儿臣不懂您在说什么。雍王低眉顺目地站着，姿态恭敬地挑不出一丝错处。儿臣怎会娶一个青楼出身的娼妓呢？不止儿臣，就算天下男子都不会去娶一个这样的女子。儿臣怕脏，怕染了脏病。他语气温和，仿佛对我的问话感到不解，可那双眼睛却平静得可怕，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。我盯着他，忽然觉得可笑。他当然不会娶青楼女子，因为他骨子里流着的是比青楼女子更危险的血。那个自称仙女的女人的血，那个用甜言蜜语哄得我团团转，最后害得边疆将士尸骨无存的女人的血。自负、傲慢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装得再温顺，也骗不过我。什么青楼娼妓，什么脏不脏的。太子突然抱起，一把将顾月护在身后。月儿不是这种人。皇帝，你不喜月儿便罢，何必毁她清白？他喘着粗气，眼睛瞪得通红，仿佛全世界都在迫害他纯洁无瑕的真爱。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他声嘶力竭地吼着，像月儿这样通情达理，一心只为心上人的女子，世间少有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出淤泥而不染吗？我的月儿就是淤泥中最纯洁的花，能得到她，是我3生修来的福分。我捂住脸，突然觉得丢人。20年前，我也曾这样，站在先帝面前，为那个女人据理力争。隐卫，我抬手，声音疲惫。一叠厚厚的文书啪地砸在众人面前，溅起细小的尘埃。
太子愣住了，这是什么？太子妃弯腰拾起一本，只扫了一眼，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。他默默将文书递到废太子手中，是青楼姑娘的侍寝记录。他轻声道，还有顾月姑娘被赎身的契书。花楼的老鸨都有记账的习惯，哪个姑娘能赚钱，哪个姑娘就会有一本专门的恩客录，详细记录着每一位贵人的光顾。而顾月这位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，点子多，恩客自然也不少。废太子的手开始发抖，他一页一页地翻着，脸色越来越黑，最后猛地将整本册子砸向太子妃。果然，他目眦欲裂，你这个毒妇，早就设好了圈套，等着陷害月儿是不是？说，是不是你买通老鸨伪造的这些东西？角落里，顾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柔弱无骨地倒在废太子怀里。姐姐，她抽抽搭搭地抹着眼泪，你不能为了独占太子殿下，就这样污蔑我啊！我闭上眼，突然觉得无比疲惫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20年前，那个女人也是这样，一边哭着说自己被冤枉，一边悄悄往皇后茶水中放朱砂。有可能朱砂在皇后体内时间太久，久到连太子的脑子都被荼毒茶了。要不然她怎么会一点脑子都没有呢？以前还挺像个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放心的把皇位交给他。可是现在临死了，我却后悔了。那这也是假的吗？我说着，将一个盒子扔到了太子怀中。他踉跄着后退了半步，盒盖弹开的瞬间，一叠泛黄的密信散落出来。这不可能！殿下安，妾已令太子痴迷火药之术，待爆炸案发，百姓暴动，便是您龙袍加身之时。今臣故意打翻太子妃药膳，太子竟为妾长乖太子妃。殿下安，等妾暗杀太子妃，再给裴将军寄信，说是太子宠妾灭妻，害死了太子妃，使得裴将军反。太子越看手越抖，看到最后浑身都在颤抖。上官谢，我唤着他的字，声音轻得像在画时发烧的他，你知道你母后是怎么没的吗？她被我护得太好了，好的都已经分不清孰是孰非。他茫然抬头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就像当年那个抓着我的衣角问母后什么时候醒的幼童。不是生病，蠢货！你母后每日的安神汤里都被雍王生母掺了朱砂，生下你后，你的母亲不过是在苟延残喘，不过几年便早早撒手人寰。就像这些信的主人正往你脑子里灌毒。殿外惊雷炸响，照亮太子瞬间惨白的脸。什么？恍惚间，他好似看到议会皇后临终时抓着他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姐儿，我的姐儿啊！”母后是他心中的意难平，他这一生都在寻找像他母后那般温柔善解人意的女子。错把榆木当珍珠，朕也不知道怎么生出你这副猪脑子的儿子。父皇若不喜儿臣，大可不必特意召至殿前羞辱。雍王适时地开口，声音像一泓死水，伏跪在地上。我支起身体，抹撒着龙椅扶手上的裂痕。雍王啊！我忽然轻笑出声，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案几，你比你母亲聪明。敲击声蓦地一顿，知道毒蛇咬人前，要先藏好毒牙。来人，将雍王贿赂大臣企图谋反的证据拿上来。殿外传来铁甲碰撞的声响，12名金吾卫押着3名朝臣鱼贯而入，沉重的镣铐拖过地面，刮出刺耳的声响。为首的户部尚书脸上还沾着墨汁，显然是从直房直接被拖来的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刑部侍郎突然扑倒在地，额头撞在砖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他官袍下摆湿了一片，竟是被吓得失禁了。陛下，臣等冤枉啊！都是雍王！户部尚书凄厉的哭嚎戛然而止，我手中的账册已经狠狠砸在雍王脸上。200万两赈灾银！我猛地站起身，灾民啃着树皮，而你的地窖里堆满了硝石硫磺。雍王额角被账册划出一道血痕，可他依然跪得笔直，嘴角甚至挂着若有若无的笑。上官如风，我唤他的大名，声音嘶哑的不像话。你身上流着皇室的血，却要重演20年前的惨剧。那些被火药炸飞的孩童，他们的哭喊你听不见吗？
殿外传来隐约的雷声，恍若当年爆炸的余响。我扶着龙案的手不住颤抖，掌心黏腻的冷汗晕开一片。父皇息怒，太子突然西行上前，想要搀扶，我下意识甩开他的手。震这一声，喉头突然涌上腥甜，我强咽下去。为君，愧对天下百姓。为父，目光扫过太子额头的伤口和雍王垂眸冷淡的面容，突然笑出声来，竟养出2个祸国殃民的孽障。最可笑的是，直到此刻我才明白，太子愚蠢的痴情，雍王狠毒的算计，不过都是重蹈我的覆辙。当年那个在雨中为先帝表演火药仙术的储君，如今正看着自己的报应跪在眼前。传旨，即日起废太子。话未说完，顾月袖中突然寒光乍现，那柄淬了毒的匕首离我咽喉只有3寸时，雍王的身体横挡过来，利刃刺入血肉。父皇，雍王呕着血倒在我怀里，温热的液体浸透我的龙袍。他染血的手艰难地伸向袖带，掏出一只丑陋的香囊，那是他幼时我给他的。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。他只是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他的父皇就是不肯多看他一眼。我是个皇帝，一个忧国忧民的皇帝。他们说我勤勉爱国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个失败的皇帝。抱着死去的2儿子尸体，我终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。心魔已去，死也瞑目。裴心番外，先帝驾崩那夜，大太监捧着锦盒跪在我面前，盒中是一封圣旨。陛下口谕，请太子妃不，请太后娘娘择幼主登基。太子闻言猛地掀翻了灵前供桌。妖妇！他双目赤红地扑来，定是你蛊惑父皇。我展开手中虎符，殿外立刻传来羽林卫整齐的甲胄碰撞声，那是先帝临终前亲手塞进我掌心的底气。啪！一记耳光甩在太子脸上，力道大的让我掌心发麻。他偏着头僵在原地，半边脸上渐渐浮起鲜红的指印，嘴角渗出一丝血迹。你竟敢！太子的声音在发抖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。我抚过鬓边白花，垂眸看着自己素白的校服。家事太后，先帝遗诏在此，即日起，目光扫过太子和缩在角落的顾月，尔等贬为庶民，永不得入京。你个毒妇，毒妇！你不得好死！堵上他的嘴！我厉声打断，果然是个蠢货。先帝最后那句新丫头，替朕看着江山的嘱托，此刻重若千钧地压在肩头。当侍卫拖走2人时，太子突然疯狂挣扎起来。裴心，贱人，贱人！顾月我并没有杀他，我要让他跟上官姐纠缠一生。不是真爱吗？那就一生一世长相厮守。传哀加懿旨，即日起整顿军务，清查户部，凡他莫赈灾银、勾结谋逆者。顿了顿，声音陡然凌厉，斩立决。群臣伏地，无人敢言。我转身走向龙椅，龙椅上的幼帝睡得正熟，浑然不知自己将继承的是怎样的山河。可我知道，我会像父皇一样殚精竭虑，至死方休，也会像父亲一样，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要用身躯挡住烽火，护住身后的黎民百姓。在新帝未成长起来时，这天下将由我来守护。殿外晨曦初露，照在簪头将绽的木棉花上。20年前被火药炸毁的城墙缺口处，如今该是又开满了木棉花。而裴家的4姑娘死在了来京的路上，现在只有太后裴氏。雍王番外，父皇不喜爱我，他总是用那种我看不懂的眼神盯着我。长大后我才明白，那是恨意夹杂着惧意。他恨我，又怕我，却唯独没有爱。可是明明小时候，他也曾将我举到头顶，带着我去射猎，将我细长的风筝牵在我手中，哈哈大笑。越大，我越心慌，也越明白我的父皇不爱我。我恨啊，恨得不行。为什么上官县那个蠢货他就能放在心上，为什么我就不行？在生母的日记本中，我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父皇也真心爱过我的生母，却被我的母亲吓到夜不能寐，从心中的仙女变成妖女。
我用母后日记本中的信息亲自调教出了一个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的完美女人，安排她去勾引太子。没想到我成功了，那个蠢货竟然真的赶到父皇跟前，要给那个女人要名分。蠢，太蠢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人。但是太子却让我见识到了，他带着顾月去求父皇，在雨中跪得笔直。他竟天真到以为凭这点儿女情长就能撼动帝王心。太子妃在父皇心中的地位，是我们哪个皇子都无法撼动的存在，是这20来年裴将军用裴家满门的军功换来的。真好，父皇，您最疼爱的太子正在重蹈您当年的覆辙，而您最厌恶的儿子会亲手把火折子递到他手里。可是最后我失败了，失败得很彻底。我的父皇早就对我有提防，他忌惮我的存在，他恨我，也恨自己。当顾月听到废太子后想要刺杀父皇时，我的身体却先一步做出了回应。我挡在父皇面前，我想赌一把，以死为赌局，看一看我的父皇心中有没有我。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在我死前，我在父皇浑浊的眼中只看到了安心。我的死让他终于放下了心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不爱我，他害怕我。罢了，我累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